家里，不爱出门的普通男生。第二天一早，我刚在家醒过来，门口站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可他的样貌和我分毫不差，开口就说他是未来的我。我勉强听他说了几句，心里却隐隐察觉，这件事绝对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就在我下意识转身的刹那，寒光一闪，他忽然攥着刀刃，狠狠朝我刺了过来。OK， 今天我们来玩第11个故事，来访者。依旧是视觉背景图。一间储藏室，阴暗的储藏室里充斥着铁锈般的腥臭味。房间的中央血泊里倒着的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身影。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下手了。男人看着眼前的景象，后悔的想让一切重新来过。他从未想过人的生命竟如此脆弱。自己只是照着想象中的方式发泄情绪，到一半让事情就彻底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长久以来积攒的怨气瞬间失了宣泄的出口，与急躁不安的情绪搅作一团。接下来该怎么办？必须尽快想出解决办法。需要处理尸体吗？就这么放在这里，多久会被人发现？这种天气下，尸体腐烂速度很快，即便藏在室内，也挡不住尸臭向外扩散。要把尸体偷偷带回去吗？不，比如找一个大号的行李箱拖走。男人记得曾在新闻里见过类似的报道，却很快否决了这个方案。不行，怎么想都不现实，怎么这么做？一查监控就会暴露的。更何况，怎么会有人想出用行李箱明目张胆的运送尸体这么愚蠢的办法？那么我那些尚未发生与未必会发生景象开始在男人脑海中不断浮现。再这样下去，自己恐怕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外，向来冷静的男人也彻底陷入了混乱。他拼尽全力稳住颤抖的双手，可双腿依旧不听使唤地发软，险些跪倒在地。在这重庆时，自己从没想过要做到这种地步，原本只是想教训他一下而已。看着平日里对自己趾高气扬的人躺在地上，体温渐渐消散，最终化作一具冰冷的尸体，心情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畅快。男人本想用刀恐吓对方，逼他道歉，却失手将他刺死了。这是什么鬼故事啊？男人真切地感激知道，现实与幻想截然不同。在幻想里，可以杀死对方无数次，用尽喜欢的手段把对方折磨致死。而现实中，仅一步踏错，一切就彻底结束了。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若一切能重新来过，或许就不必如此悔恨。该怎么办？面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男人必须做出决定。可恶！想就对比到想就被邻居家装修的声音噪音吵醒了。这栋公寓每层住了12部，就算上了时间，其抱怨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找谁。还好又去查了时间，早上是8点53分，前一晚通宵打游戏，快凌晨5点才睡，这么算下来只睡了4小时左右。不管翔愿不愿意，身体也明显抗拒在这个时间起床活动。想用枕头和被子紧紧捂住耳朵，试图挡住那阵持续不断的刺耳噪音。然而一旦被吵醒，便很难再次入睡。在春来翻来覆去5分钟后，他还是无奈地起了床。站起身瞬间，一阵强烈的眩晕感猛地袭来。对平时要总要睡直到11点钟的他来说，这显然是睡眠不足了。想紧闭双眼，伸手扶住离自己最近的墙壁，缓了好一会儿才敢睁开眼。打开房门准备前往客厅时，他被门外的景象吓了一跳。有人？是谁？这你看，
大睡不久，反应迟钝的脑袋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打开门后，他看见一个可疑的男人正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你别动，再动我就报警了。男人看上去40多岁，身体格瘦削，身上穿着一件与季节一节节格格不入的肮脏外套。杂乱的头发和胡须让人觉得他像是在外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问怎么看都十分可疑。但祥不认为他只是个普通的流浪汉，或是直觉，他总觉得对方背后藏着更复杂的来历。但让祥觉得诡异的是，男人看见他从房间里出来，丝毫没有慌乱的样子。他靠在沙发上，翘着腿，举止自然地，仿佛待在自己家心里家自己的家一般。早上好，请你冷静些，我绝不是什么可疑的人。祥在心里忍不住吐槽，陌生人突然在自家客厅，还有比这更可疑的了吗？此刻他心头最大的疑问，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这间公寓是在祥大学毕业后不久后买的，这些还在父亲名下。公寓是直通格局，站在客厅就能一眼看到玄关。从祥现在的位置望去，防盗门的门锁看不出丝毫被撬动的痕迹。那么男人是用钥匙进来的吗？但这似乎更加不可能。祥听说过有特殊开锁技术的人曾轻易查个各类传统门锁。为保险起见，他半年前特意把家里的防盗门换成了最新型的电子锁。这类电子锁非通过指纹认证或输入正确密码，否则不可能在不撬锁的情况下，那么男人唯一可能的入侵途径就只剩客厅的窗户。可客厅窗户一直锁着，从来没有打开过。墙住在17楼，窗外没有任何遮挡，也没有可供落脚的地方。就算有人从更高楼层用绳索垂降下来，想进入室内也不可能不打破窗户。你是可疑，你是谁？究竟是怎么进来的？从男人的态度来看，他不像是小偷。因为害怕激怒到他，祥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报警。男人看上去并不强壮，可祥无法确定他外套下是否藏着凶器。不管最终结果如何，祥希望把事情的风险降到最低。况且报警对祥而言也没有什么好处。为了不被对方察觉，强只用余光悄悄瞥了一眼客厅壁橱的方向。总之，先听听他怎么解释，等听完再做打算也不迟。你别紧张，等静点，绝对不是坏人。男人又一次强调自己没有恶意。因为事情有些复杂，我无法简单地说明我是谁，又是怎么进来的。我接下来说的话或许难以置信，不过我希望你能耐心听完，听我把话说完。前不有了这么底气。男人话虽然让他一头雾水，但至少避免了他想象中最糟糕的局面。那要取决于你说的内容，我不能保证会安静的听到最后。尝试着掌握主动权，到对方不要轻举妄动。你要知道，如果你有奇怪的举动，我随时可以报警。这里是17楼，每层都住了很多人，这公寓隔音又差，我只要一喊，肯定会有人听见。这并非虚张声势，这栋楼公寓的隔音确实差得离谱，若不是被邻居家的装修声吵，想此刻恐怕还在睡梦中，想不到这不禁让他感觉脊椎发凉。你想逃跑也是没用的，我不认为你能顺利跑出这栋公寓。说着，想可以把手机放在男人可以看到的地方。屏幕中已经输入了报警电话，离拨通，只差按下最后一个按钮。当然，如果你觉得我很可疑的话，随时可以报警，决定权在你手上。男人意外及配合，他似乎也想通过谈话来化解这个尴尬的局面。好，那我就听你怎么解释吧。谢谢，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下，现在是2025年，没错吧？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还没睡醒吗？太好了，实在太好了，这次果然没有失败。男人低声囔囔着，表情渐渐严肃起来。好，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现在下不定决心就来不及了。最后的机会，他在说什么东西？男被男人的气势震慑住，不自觉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知道在短时间内要你相信我很难，所以我会尽可能把痴情的来始末说明白。等我说完，你再做决定也不迟，但希望你能仔细听完我接下来的话。男人的态度实在莫名其妙，想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现在开始算起的2年后，2027年的6月，我遇到了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2年后，我想说自己是从未来穿越时空回来的吗？没错，虽然听起来十分难以置信，但简单来说就是这么回事。这完全出乎意料的展开，反倒让翔好奇男人接下来会说些什么荒诞不经的话来。2027年，通过某个渠道，我认识了一位和我十分投缘的女性。起初我们只是聊一些跟兴趣相关的话题，比如喜欢的动画和漫画，最近玩过的游戏，推荐的小说。很快我发现我们2个人的境界惊人的相似，连这2年作品的品味也都相像。我们聊天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渐渐地我们开始聊一些生活的琐事。他偶尔会向我诉苦。他叫小雪，我一般叫他小雪。看到他学生上的名字和网名几乎一样时，我小小地吃了一惊。小雪是个大4的学生，马上要毕业的话，她面临巨大的求职压力，每到深夜都会陷入严重的焦虑。我很想鼓励她，可那段时间我却不知道该怎对她说些什么话才好。因为她和她比起来，我的生活显然过得更加磕磕绊绊，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格给她的人生提什么建议。陪着他通宵打游戏，给他推荐自己最近喜欢的作品，听他抱怨生活上的烦心事，我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些。一段时间后，小雪顺利找到了工作，而我确实还是老样子。最令我更害怕的状况发生了，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真正缺乏勇气、没有决心的人，不是小雪，而是我自己。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我会更加没有自信，总有一天会变得和他说话都困难。我对着镜子不断重复，告诉自己还有机会，还来得及。和以前不同，现在的我有了改变的动力。要改变自己，然后弥补一直以来充满遗憾的人生。明明只是在听男人说那无知是真是假的故事，却让想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若是此时打断他，会显得莫名其妙，所以想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听下去。我为自己制定了计划，我做出的改变第一步就是减肥。不知你有多久没称过体重，当我站上体重秤时，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我开始严格控制食物的摄入，每周定期去健身房。刚开始的一段时间真的非常难熬，好多次我都差点就放弃了，但这一次我想要改变的决心战胜了一直以来懦弱的自己。开始健身3个月后，我的身体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仅精神状态变好了，肌肉开始变得紧实，体重也有所下降。我的努力收获了回报，我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和小雪第一次约在线下见面了。由于没有事先交换的照片，所以那天我是第一次见到小雪的真容。毫不夸张地说，现实中的小雪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可爱数倍。乌黑柔亮的双马尾，白皙的脸蛋，琥珀色的眼瞳，以及眼角处那颗小巧的泪痣。第一次约会意外的顺利，多亏我提前制定了计划，我和小雪都玩得十分愉快。约后我更加坚信了必须改变自己的决心。我可以增加去健身房的次数，同时也试着出门寻找工作。男人的话让想闯有些喘不过气，但他不愿去深究其中的缘由。历经千辛万苦，我总算找到了一家愿意聘用我的公司。那是一家创业公司，业务方向是家用智能机器人。
公司的老板是一位非常有才华，至今我还是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聘用我。为了报答老板，同时为了提升自己，我工作时总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入职后的第2年，我向小姐求婚了。在她答应我的瞬间，泪水不受控制间从我的眼中夺眶而出。在亲人、朋友的和同事见证下，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如今回想起来，那段经历还是格外不真实。短短几年间，我不仅稳定了工作，还组建了家庭。在遇到小姐前，我这样的生活是我完全无法想象的，现在却变成了现实。明明是俗气又老套的发展，可不知为何翔并不讨厌。难以形容，客观地看待自己，翔也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不讨厌。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吧，在我入职后，公司规模不断壮大。在当时全行业不景气的年代，这样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刚入职的时，公司上下还不到20人，2年后扩大到了200人，3年后500人。这什么公司啊？这期间公司业务领域也发生了变化，从智能机器人转向了记忆超理的领域。不，等一下，你刚刚说什么？说了什么？我没听清楚。记忆超拟是什么啊？模块啊？似乎是听错了什么关键的信息，想忍不住开口问道。我说的是记忆超拟。男人又复述了一次，但翔果然还是听不懂。他似乎是看出了翔的困惑，笑了笑，接着解释道，你没有听过也是自然的，因为这项技术在这个时间点还没被发现。从现在起，大约6年后2031年，人类科技有了重大飞跃。最开始是一项关于如何移植人脑记忆的技术被公开。某国的科研员在实验期间偶然发现了小白鼠记忆编码中的规律，他们尝试把小白鼠的记忆编码复制到人工智能的模型上，成功在机器人的身上再现了小白鼠的行为模式。随后他们在人的身上重复了这个实验结果，和小白鼠一样，人类的记忆也能通过这种方式被移植到机器人身上。这不跟我们上期那个故事很像哎。这个发现实在是太过惊人，论文一旦一发表就引起了世界级的轰动。此前只能依照系统预测指令完成特定季节动作，突然又像有了这记忆识般，能够根据动物的行为习惯进行活动。虽然还不清楚其中的原理，但这确实是人类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那些此前研究神经网络的专家和学者纷纷把目标转向了这个全新的领域。大学为此开设了专门的课程，各国政府也在政策上大力扶持这项技术的发展。无论是谁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公司也不例外。将生物的记忆编码移植到机器人身上，这项技术就被称为记忆超拟。原来如此，这下我听明白了。虽然强觉得男人大概率在胡说八道，但急着戳破他似乎也没什么意思。在自己还没厌烦的情况下，陪他聊聊这些异想天开的话题，或许是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移植了人类记忆的机器人会不会觉得自己就是人类？对，这就是我接下来想说的。答案是会，不过这是一个十分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在此之前，以不变的质来看，生物的记忆意识应该是2个不同的概念。然而通过这种方式，物质的记忆除去刻在 DNA 生物 DNA 中属于本能的部分记忆外，基本能完全再现包含人格在内的所有特征。啊，这什么意思我也没搞懂。由于这项记忆不但遗失了记忆不移植记忆，同时还复制了记忆所有者的人格和意识，因此还甚至有人提议比起叫做超忆，记忆超忆不如叫做意识超忆，不较合适。移植过人类记忆的机器人不仅认为自己是记忆的主人，他们甚至还察觉不到自己身上任何的矛盾点。就是人的大脑有时会欺骗自己一样，即使过记忆的机器人在静止前无法正确认知自己的外貌，仿佛存在某种程序自动替他们处理了那些认知和现实间矛盾的部分。不过这种程序并不存在，至少在科研和工程师那这种程序中已找不到这样的代码。一被移植了人类记忆后，自我认知为人类的机器人拥有人权吗？这个问题也很奇怪。在刚开始大规模实验的这一段时间里，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热门话题。可以说在我的时代，生物的意识究竟是如何形成？
但医真的依旧是个谜。男人低下头，沉默许久，一副若有所思的眼模样。怎么了？接着往下说啊。即便这是男人编的故事，话只说到一半，让想感觉很不舒服。我不认为极影是移植了意识和记忆的机器人配得上人权，是吗？原来你也是这样认为的。似乎是忽然明白了什么，男人缓缓地抬起头。对不起，浪费了一点时间，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让人更加难以置信，所以我在思考该如何向你解释才好。虽然想认为自称未来的人的可疑男人不管说什么话都很难以置信，但他没有波澜男人的冷水。在记忆超理技术发表后的不久，随着越来越多人把自己的记忆移植到机器人的身上，奇怪的现象还发生了。被移植了记忆的人的当中，有人发现自己回忆起不曾做过的事和从未去过的场所。听他们的描述，从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同时拥有了两段经历。由于大部分被移植了记忆的人都是参与实验的科研究人员，因此这个事件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混乱。很快问题的原因就被找到了。记忆通过记忆创建低级的记忆，不知为什么会在多个个体间被共享。共享的记忆不仅限于移植前的部分，移植后的记忆同样会被共享。话题朝着想未曾预料的方向发展了，不过听起来似乎比想象中更有意思了。假如人类 A 和机器人 B 把 A 的记忆移植到 B 的身上，此后 A 和 B 经历的各种事情将在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被共享。不仅如此，这个现象同样出现在拥有同一份记忆编码的多个独立个体。在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后，有机构人员尝试把同一个人的记忆移植到10个不同的机器人中。这什么意思？结果和实验前的气象一样，记忆在这11个独立的个体间被共享了。这个发现震惊了所有人，因为这个现象完全不符合现实逻辑。如果说记忆超拟技术的存在还勉强符合客观规律，那么记忆共享技术的存在就如同突然出现在现实中的一道巨大裂缝。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围绕着记忆共享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他们把记忆共享的多个独立个体送往世界各地，关在断绝网络和各种电波的密闭房间中，隔绝了一切可能的通信手段。然而无论在何种条件下，记忆共享的现象因此不曾消失。这时有研究员提出了假设，或许这世界本身就不是我们所认知的现实。记忆共享的现象就像是一个计算机程序，这个世界中的人类和各种生物实际值都是某个程序的一部分。生物的记忆被统一储存在一块无法被认知到的区域。通过记忆超理技术并非移植本身，而是标识了记忆存储位置的某串编码。记忆共享实际是因为多个个体同时读写了同一块记忆存储区域所导致的。由于硬件和意识程序的底层设计，这种现象在计算机领域十分常见。虽然这样的真相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很可能一直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怎么一股三养少女的味道？整个地球乃至宇宙都只是程序中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或许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这个说法没能被所有人接受，但我认为这确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解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并非现实。男人抛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猜想，这类设定在科幻作品里并不少见，可翔完全没有料到这种话题会在眼下这种情形被提起。如果他只是在编故事，表情未免太过严肃，换作是翔，他肯定是早就笑场了。他的话第一次让翔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或许这一切都是真的也说不定。一个全然虚假的世界，这是翔从未设想过的现实。只不过这样的现实并非让人完全无法接受。人类在知道自己可能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后都做了什么？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做。刚开始还有人提出死后就能回到现实世界的观点，因此有部分人选择了自杀。然而这种事情谁也不能保证，谁能知道这个世界的外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事实上很快就没有因为这个说法自杀的人了。大家很快
便意识到认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出路，因为哪怕知道一些秘密，这个世界还是和以前一样，死人不会开口说话，没人知道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即使整个世界都是程序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的现实。无论真相如何，人类依然要吃工作、吃饭、睡觉，最后死去。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日常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生活依旧还要继续。虽然这并非想期望的发展，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竟无法反驳男人的观点。那之后，各国接连发布了相关法律，严禁使用记忆创造技术移植人类的记忆。被移植人类记忆史和记忆的机器人，难道不算是人类吗？无论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变得越来越多，在大多数人无法统一的意见时，对于管理者而言，直接规避这问题显然是最正确的选择。虽然不能移植人类的记忆，但是移植动物的记忆却是合法的。生活还得继续，大家的重心很快就转移到了该如何合理运用记忆超龄技术。我所在的公司抓住了时机，率先推出了运用记忆超龄技术的宠物机器狗，占领了市场。我们的产品很受欢迎，对于那些不喜欢照顾宠物又希望宠物陪伴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公司业务不断扩大，我也越来越忙，晚上经常加班到快11点才回家。就在那段时间，我和小雪的孩子出生了，女儿和小雪一样长，长相十分让人溺爱。怀仁曾经在回忆中满脸幸福的表情，强不认为他说的这些话全是骗人的。女儿的出生给我带来了巨莫大的冲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干劲。开什么玩笑，这个世界是虚假的，这怎么可能？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无疑就是现实。某个深夜，看着躺在小雪身旁的女儿的睡脸，我做出了一个巨大决定。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认为自己应该更加努力的工作。女儿出生后，我不但没有多花时间陪在家人身边，在家公司里的时间反而越来越长。回想起自己的父亲，一种不快感瞬间涌上来。在入职公司的第10年，公司成功上市，我的人生达到了顶峰。作为公司的一批工，获得了巨额的分红，那是一笔多到足以支撑我们一家人下半生不用再工作的钱。我的努力再一次得到了回报，我仿佛能看到幸福的光景在向我招手。当我意识到已经许久没有陪在家人身边时，女儿已经上音小学1年级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有大量的时间可以陪在她们身边。我想过辞职后带着她们一起去旅行，也想过和小雪一起开一家花店。我们曾在游戏里种满了这片花田，但违反成都新店巅峰司是小雪大学时的梦想。再过不久我就要辞职了，我描绘着自己想象的未来蓝图，一家人幸福的模样。然而我期盼的幸福却永远到来。男人嫁头想的心中有一股不好的预感。公司成功时1个月后，小雪在抑郁中查出了癌症晚期，从确诊到离世只有短3个月，期间全都是我的错。我一心工作，完全忽视了家人。实际上在确诊前，她的身体就已经十分明显的征兆，然而我却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我非常后悔，要是我能早一点发现就好了。事到事已至此，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想有数不尽的后悔的事，可他却无能为力。认现实后向前看，不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吗？我苦恼了很久，该怎么办？于是我想到了，即便这个世界对我唯一来说是唯一现实，这个世界也毫无疑问是虚假的。好，正是这份矛盾给了我希望，让我重新有了前进的方向。男人的话令祥摸不着头脑。你知道政府为什么要禁止在人类的身上运用记忆超龄技术吗？难道不是因为机器人的人权问题吗？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没错，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政府禁止在人类身上用记忆超龄技术，背后有着更加重要的原因。这其中的缘由只有少部分人知晓。我是因为公司业务的关系，才碰巧的知了这个秘密。什么秘密？这是生物的记忆编码是这个世界上标识个体意识与记忆的唯一凭证。在这上编码中各部分代表了什么含义，至今没有人能说清。传闻有言，研究人员在移植记忆的过程中常尝试修改过编码中的信息，这种操作在多数情况下会导致编码失效，使得记忆移植失败。不
不过有一种情况是特例，在记忆码的最末端有一串明显独立于其他性部分的信息，经过反复试后，研究员发现这部分信息可以等价于一串8位数的数字。虽然听起来十分难以置信，但只要改动这串数字，就能轻易而易举地穿越往不同时。也就是说，在这个虚假世界中，前往未来或是回到过去都是有可能的。话题绕了半天，似乎回归到了极点。所以你就是通过这个棒式穿越时间的吗？是的，没错，你能理解实在是太好了。啊？想并非完全理解男人说的话，只是男人提的提示太过明显罢了。医生说是，若赶在癌症早期发现的话，以当时的医疗水平，有很大可能能够治愈全痊愈。我不断回到过去，就是为了赶在悲剧发生之前拯救小雪，不断地回到过去说。换句话说，男人已经失败过不止一次了。即便假设男人说的是实话，想也还是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选择回到这个时代。若将时间穿越分为常见2大类，意识穿越和与肉体穿越，男人自己体验的显然是其中的第2种。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代？因为你会有疑问，也很自然，因为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能够前往什么样的时代，完全取决于记忆编码中的8位数字。然而这个数字并非明文，除非是专业人士，否则无法解读信息所对应的时代。实际上，我是在违法解脱下擅自使用公司的仪器，修改了自己脑中的记忆编码所对应的时代信息。男人想摸向上衣的微微隆起的带，这里面似乎塞了什么东西。张不禁猜测，口袋里藏的或许是男人口中的仪器。关于我是怎么进来的，你可能很好奇。事实上，我并非通过正门进入，也没有打碎任何一扇窗户。修改记忆码后，意识和肉体会一瞬间穿越到另一个时代，这就是我凭空出现在这间房子的缘故。等于什么东西啊？在如此荒诞的前提设定下，这个解释听上去反倒并不违和。强实在想不出其他可能的地动，就的是这一点，反而印证了男人说法的可信度。在抵达这个时代前，从过去到未来，我已经辗转数十个不同的时代，能够前往时代的范围比我想象这一代地多。这是我离自己原本时代最近的一次。由于也有使用次数限制，这样的机会很可能不会再有了。男人说的话太过不可思议，他好像是刚从某家精神病跑出来的精神病患者。若是把他的话复述给10个人听，恐怕10个人都会觉得他是个疯子。要是这会儿外面有路过一辆警车，搞不好就是在找眼前这个男人。听完他这通言乱语，强甚至觉得自己脑袋都快变得不正常了。不过能耐着性子听他说完的自己，又真的能算得上正常吗？听了半天，想总算是摸清了男人的真目的，只是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对方始终还没提及你的目的。我明白了，但你还没提示你到底是谁。男人笑了，看上去早就料到翔会再次追问这个问题。难道你真的没有头绪吗？我想就算我不说，你很可能也已经猜到了吧。确实像男人说的那样，当他自称来自未来时，翔心里也有了情猜有猜测。不过这并非出于直觉，想看过不少时空穿越题材的作品，其中常有相似细节。过去自己与未来自己相遇，在这些作品里，主角往往要花很久才能接受对方是未来自己的事实。这个可疑男人是未来自己，这让翔感到十分真实。翔仔细打量着男人的脸，然而年龄相差10多岁，体格完全不同。老实说，他看不出对方和自己是同一个人。翔平时不喜欢照镜子，对自己的长相本就格外陌生。虽然听起来有些消极，但他从未想过自己能活到40岁。不过要确认男人是否是未来的自己，其实很简单。翔有一个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只有自己知道秘密，但在没有确保自己证明男人是未来自己之前，他绝对不会把这个秘密都说出口。哈，你该不会想说你是未来的我吧？没错，不会是过去的我，能理解的这么快，真是太好了。果然就和翔猜的一样，男人就是未来的自己。拜托了，为了我们的未来，我需要你的帮助。为了我们的未来，这句话听起来还是让强觉感觉格外不真实。看着男人一脸严肃，容不得半点玩笑的表情，他强动摇了。未来自己曾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并且现在仍在找回幸福而努力着。这是自己想要的未来吗？强不太明白，但这样或许也不错。要文王可以，但我还要再问几个问题。即便强不再像起初那般怀疑男人，当以他也没有完全放松警惕。
如果你能回答我接下来的问几个问题，我就姑且相信我们是同一个人。当然，你想问什么都可以，不过在那之前，能拜托你先给我来杯水吗？男人看了眼墙上的时钟，现在是早上11点27分。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听男人讲了2个多小时，基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对方讲话。昨晚没有做别的事情，想也觉得实在有些累了。为了接下来的话题能顺利的进行，适当的休息一下也是必要的。他沙发上起身，活动了下坐因坐久而僵硬的身体，脊椎随着脖子的扭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喝咖啡可以吗？男人想点了点头。要加糖吗？男人犹豫片刻，摇了摇头。但想到之后要聊的是，乔莫名其妙有些兴奋，他没想到生活的变化竟来得如此之快。若男人说的都是实话，想即将摆脱长久以来苦闷的日常，向未知世界发起挑战。客厅电视复杂 Green 角落堂，他凡事开始吹大起，接进来的发放。客厅角落离沙发不远的地方便是这间烘浴的开放式厨房。冲泡咖啡时，小不离开始幻想未来的妻子小雪的女样。黑色双马尾、琥珀色眼瞳、眼角的泪痣，小雪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孩？按照楠楠的说法，祥子会在2年后通过这个途径和小雪相识，两人十分投缘，兴趣爱好也高度重合。这么说来，小雪肯定也玩暗夜降临吧？暗夜也是一款硬核多人共斗游戏，这款一款以高难度著称的游戏一经发售便获无数好评。而虽然想听过这款游戏的有不少女玩家，但玩了近2年一次也没遇到过。仔细一想，是聊起自己喜欢的作品，该推荐哪一部好呢？翔看过不少动画和漫画，其中不乏让他感动到痛哭流涕的作品，可真要问他会向别人推荐哪一部，一时反倒想不出来。这时翔的脑海闪过了一部他曾经最爱的作品《从零开始的高中生活》，这是他中学时看的动画，陪他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时候。父母每天吵架，最终闹到离婚的那段日子里，正是这部动画拯救了他的精神世界。故事里的主人公失忆，诸事不顺，因一场意外离开了人世。等他再次度醒来时，发现自己竟回到了高1入学的当天。这一次他不再做错误的选择，决心度过一段全新的人生。途中他邂逅前世未曾有过交集的女主公献雪，性格爽朗可爱的外表，这么说来的话强不少，买过不少这部动画周边，其中就有肥铁的手办。我操啊！此刻那个手办正摆在客厅玻璃展示柜上。从零开始高中生活里的女主人公黑雪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身穿水手服女高中形象的她有着一头黑色的双马尾，深蓝色的发带尽显她天真的一面，红窗影中竟含着一丝神秘的气息。左眼角的泪痣最至恰到好处，这让这张可爱的脸看上去十分立体。翔突然感觉到哪里似乎哪也不太对劲。气锅开了，滚烫的滚气从虎口飘出，模糊了翔的视线。大脑还来不及反应，翔突然感觉到背后传来一阵钻心的痛，锋利刀具从身后直刺入翔的体内，剧烈疼痛让他瞬间失去了意识。啊，怎么回事？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男人才好不容易冷静下来。接下来该怎么做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若不谨慎抉择，自己很可能因此后悔一生。要去自首吗？说到底，这真的是自己的错吗？因为争吵太过于激烈，对方心脏病突发，就这样猝死了。男人毫无法律常识，他不知道说出这方经过，过错会不会都全都在自己身上。事发时房客内只有2人，没有人为他作证，更没有监控录像之类的证据。如果自己实话实说，会有人相信吗？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理性告诉男人，他应该立刻去自首，可心底深处一股莫名的焦躁却在不断翻涌。真的就这样算了吗？为了这种承担意外的风险，真的值得吗？如果处理得当，或许自己根本不必遭受牢狱之灾。10分钟前的一幕，此刻依旧历历在目。凭什么自己只是半年没出去工作，就要被他骂得不轻，如此堪？
这么多年来，他哪怕一次真正关心过自己吗？事到如今，他又怎么又有什么资格摆出这样一副嘴脸？激动的心情一旦点燃，便很难再平复。两人尖吵愈发愈演激烈，渐渐变成了肢体冲突。但男人十分确信自己根本没有用力到将他推倒。没错，他是突然自己倒下，他看到自己倒地上，痛苦地捂住右胸，男人吓得四肢发软，扶着墙才免。地方神是深。珍妮身体微微抽搐，身体外一张一合，像是在说些什么。可等男人反应过来时，一切都已经晚了。难道因为他去坐牢？开什么玩笑？男人终于定了下心来，要隐瞒今天犯的一切。没事的，只要藏得足够好，就绝对不会被人发现。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况且今后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只要对外装作他还活着，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钱打进账户。数目虽外多变大，但养活自己一个人绰有。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有钱花，还有比这更轻松快活的日子吗？只要处理好尸体，别让尸体发臭，然后就想往常一样生活就好了。对，没什么好怕的，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男人做出了最终的决定。使用仪器编辑完记忆编码的最一段信息后，3步瞬间被转移到了另一个世界。放眼望去，四周全是看不见尽头的废墟。第一次转移的运气似乎不太好。山木来到了一个常年被战火笼罩的世界。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山木把在这样的世界中多做停留，找了处隐蔽的地方，重新用仪器编辑记忆，然后让山木来前往了下一个世界。文明极度落后的世界，恐龙尚未灭绝的世界，人类因剧毒而集体消亡的世界。山姆在一个光这样光怪陆离的世界流浪，始终找不到回家的路。准确来说，他并非想回到原本的世界，而是在于一个与原世界高度相似的归宿。位于记忆编码的最末端，有一串等同于8位数字的信息，标记着当前世界的编号。沙姆来自第7214683号世界，在去过7214652号世界和7214654号世界后，他意识到世界的相似程度并不按编码顺序排列。在这近一个平世界里，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远比他预想中要少。大多数世界中，人类未能主宰地球一变，即便其物种威胁也可能因极端环境彻底灭绝。山姆的世界曾发过3次世界大战，即便如此，人类在人类统治地球的平静世界里也已是相对罕见的情况。想找到一个能让人类长久安居的世界，实在太难了。半年前，山姆辗转了数十个世界，连一场安稳的觉都没睡过。尽管用编辑记忆编码的仪器可以充电，理论它能引购无限次前往不同的世界，但每到一个新世界都要小心翼翼去得跳、躲叉、躲藏躲藏的行动，这种生活早已让他厌烦透顶。这已经是第几次了呢？连他自己都懒得再数了。仪器启动后，随手输入一个数字，山姆再次又一次前往了西近的世界。被突如其来的光线照得睁不开眼，山姆似乎是从阴暗的地下室瞬间转移到了一处明亮的空间。这要非要说的话，应该是他之前待的地下室才对。修改世界编码后，转移的场所并非固定，山姆至今也没看出其中有什么规律。从室内的布局来看，他似乎被转移到了一间客厅。墙上的挂钟指向8点45分，从窗外的光线判断，此刻应该是清晨。在家思考后，便会发现山姆之所以能认出这是客厅，是因为这个空间中大部分陈设他都十分熟悉。电视、沙发、茶几、展示柜、挂钟、烧水壶，这些东西全都认得出来。透过窗户向外望去，对面是熟悉的高楼，楼下是马路与行人。从房屋格局的和客厅陈设来看，楼主应该是一名独居的年轻男性。我靠，什么东西？客厅的展示柜中布藏了各种各样资料，其中不乏一些衣着暴露的女性角色。这不就是什么手办吗？靠！这土狼
在这种唱成醉人位置外着一个兔女郎造型的玩偶，杜饶刻意摆出一副媚态，双手在右侧胸口比出了心形的手势。山姆对此不了解，但类似的亚文化在他原本的世界里也同样存在。有为地接触到人类文明的世界，这不安感让山姆差点哭了出来。找一个能安稳的生活的世界，平静地度过下半生，这是他仅存的愿望。如今这个愿望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什么东西？装修声？这不会是我们一开始那个家里吧？心里的感动还未散去，一阵刺耳的噪音忽然传来，吓了山姆一跳。搞什么？居然这么早就在装修？在山姆原本的世界，这样的行为是被法律禁止的。房居他很快就察觉到这座公寓的隔音不太好，电钻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吵得他无法静下心来思考。无论如何，这间公寓主人随时可能回来，当务之急想办法离开这里。正当山姆想着尽快即开时，不远处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了动静，里面居然有人。山姆被吓得心脏几乎骤停。他没想到在远离人类文明近半年后，自己竟钝到连一种基本的情况都没料到。夜场的客厅时，早上8点45分，他完全忽略了这个时段屋主仍有可能在家。该怎么办？要趁现在逃跑吗？此刻山姆离玄关只有目测不到6米的距离，赶在屋主从房内出来的前逃离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这真的就这样可以了吗？万一运气不好被屋主看到的话，他很可能会马上报警。一便跑出了公寓，也不能敢保证路上没有监控摄像头。一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公寓里逃窜，怎么看都太过可疑。他们想起了不知多少个世界前自己被囚禁的经历，因偷拿食物往昔被人发现后，又因语言不通无法为自己辩解，身上东西全被扣押，在牢房中孤独地度过足足2个月时间。若不是对方主动把他放出来，山梦很可能一辈子都要在异世界的牢狱中度过了。取回一切第一时间，山梦立刻转移了下一个世界。在狱中，他无数次想过，万一一切再也拿不来爹怎么办呢？在近100中，科技水平不齐，掌握记忆编码基因技术的人千万无几，这在极度恶劣的世界里，连救援给仪器充电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一旦仪器无法使用或者丢失，山梦很可能无法前往下一个世界。无论怎么看，逃跑的风险都远比想象中要大。山姆认为此刻应该选择一个更稳妥的方案。为了让吉子举止显得自然，山姆提议坐到沙发上翘起了腿。你是谁？他刚坐下来不久，房门便被打开，一个身材肥胖的年轻男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好险，要是刚才自己朝玄关跑，现在肯定已经被撞见了。男人看起来还没完全睡醒，这是给了山姆一丝喘息的机会。你别动，再动我就报警了。对方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冷静，山姆暗暗松了口气。要是对方一上来就大喊大叫，他实在没把握呢，制住这个比自己高大不少的男人。总之当下只能尽量表现得从容自然。早上好，请你冷静些，我觉不是什么可疑的人。陌男人突然出现在自家客厅，任谁都会惊慌，必须要先让对方脸平静下来，再慢慢把他带入自己的节奏。男人上下打量着山姆，显然也在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做。你是谁？究竟是怎么进来的？男人问出了一个看似理所当然却对山姆极为不利的问题。怎么进来的？山姆不可能一上来就说出实话，即便上来就对方很难，可能因事己。这么交换结果就是被当作私闯民宅，精神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失去自由。你别太紧，你别紧张，冷静点，我绝对不是坏人。因为事情有些复杂，我无法简单的说明我是谁，又是怎么进来的。不知为何，山姆查到对方似乎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正常人发现陌生人家里，第一反应不应该是直接赶人吗？可对方只是让他别动，还觉得问他是怎么进、如何进来的。男人的问他看似平常，实则透露着警惕，或许利用这一点。要取决于你说的内容，我不能保证会安静点听到最后。这不是我们互换角色了，我们刚才是以他的视角来回答的。你要知道，如果你有什么奇怪的举动，我随时可以报警。这里是17楼，每层都住了人，这公寓隔音又差，我只要一喊，
肯定会有人听见。你想逃跑也是没用的，我不认为你能顺利逃出这栋公寓。以2人的体格来看，一旦站起冲突，山姆毫无胜算。山姆的直觉并没有错，男人想隐瞒些什么，所以他才不愿意报警。当然，如果你觉得我很可疑的话，随时可以报警，决定权在你手上。局面十分自然地朝着山姆有利的方向发展。好，那我就听你怎么解释吧。谢谢，不过那之前我得先确认一下，现在是2025年没错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你这是什么意思？还没睡醒吗？山姆从速溶咖啡包装盒上身上一起推测出了当年的年份，这个事果然和他原本事业非常相似，就连年份和计算方式都是一样的。山姆离开自己的世界是在2024年，如今半年过去，时间来到了2022。看到客厅展示柜里手办和墙上的美女上卖海报时，山姆便对舞者的性格有了大致的判断。在山姆的世界里，喜爱这类亚文化的年轻群体大多不爱社交，常年宅在家中。这类人对新事物的接受普遍高于常人，或者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相对单纯。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这次果然没有失败，很好，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在现在下不定决心就来不及了。萨姆有些担自己的演技会不会太浮夸，不过男人没有表出什么特别的反应。我知道在短时间内要你相信我很难，所以我会尽可能把事情的始末说明白。从现在开始算起，到2年后2027年的6月，我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开始编故事了。2年后，你想说自己是从未来穿越时空回来的吗？没错，虽然听起来十分难以置信，但简单来说就是这么回事儿。把故事背景设定在未来，这样最大程度避免与现实产生矛盾。山姆根据人类的喜好塑造出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小雪，虚构的，全称名字和形象皆参考自展示柜上最下层塑料玩偶的外包装盒啊。原来这个模型啊，总之必须编出一个让男人耐心听下的故事。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我会更加没有自信，总有一天变得连和他说话都困难。为了让故事顺利推进，山姆需要人设法引导故事里的自己走出房间。我为自己制定了计划，而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减肥。尽管这个判断略显武断，但山姆相信绝大多数肥胖人都渴望拥有更强更好的身材，这个男人自然也不例外。我开始增加去健身的次数，同时也试着出门寻找工作。天不谈山姆对喜欢亚文化的年轻体抱有何种程度的刻板印象。他判定了这个男人是要么是大学生，要么就是无业人员。从客厅窗户斜向外望时，山姆看到几名小学生结伴走过楼下的人行道。虽然不知道今天是星期，但从小学生看正常场称得出今天一定是工作日。工作日早上看9点还在旁边叫，除了学生和无业者，想不出其他可能。历经千辛万苦后，我总算找出了一家愿意聘用我的公司。那是一家创业公司，业务方面是一家用智能机器人。为了避免男人追问细节，山姆在为对方量身打造故事里融入了自己的部分真实经历。他和妻子并非在网络上相识，进入公司也只是为了糊口。但这些真相，男人永远无法主统知晓。整个故事的走向完全掌握在山姆手中。这期间，公司的业务领域发生了变化，从智能体验融入了记忆超领的领域。不，等一下，你刚刚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我说的是记忆超领，你没说机会是自然的，因为这样技术在这个时间点还没被发现。从现计下约6年后，2031年，人类科技有了质的飞跃。在项目室里，记忆超印记确实存在，只不过这项一钮并非诞生于2031年，而是在早于15年前的2010年就已经出现了。将生物的记忆编码移植到人机器人身上，这项技术被称为记忆超拟。原来如此，这下我明白了。如果你说是真的都真的，那移植人类记忆的机器人会不会觉得自己是真人类？男人的话渐渐多了起来，这说明他已经很信任山姆。显然这个世界还没有诞生类似记忆超拟技术的技术，他看来是对这个话题十分感兴趣，这对山姆来说是件好事。不过他真的会轻易就这么相信吗？就算山姆自己当初花了很久才接受这个事实，在山姆的原本世界里，记忆因经记忆问世，如今只有15年，依旧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一事。怎么了？接着往下说啊！我不认为仅仅是移植了意识和记忆，机器人配得上人权。是吗？原来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啊！山姆的担心是多余的，男人不仅接受了他所说的现实，甚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这个宇宙级的外面，或许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这个说法没让所有人接受，但我认为这确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解释。人类在知道自己真和能在一个世界中后，都做了什么？虽然听起来很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做。严格来说，山姆并没有撒谎，他只是把自己原本世界的真实经历掺进了为男人编造的故事里。但无论什么样的事，终归要迎来结局。想到这里，萨姆的心头不禁一动。他想起自己被自己原本挚爱女儿是一时冲动，两人或许再也无法相见，一切都要怪那该死的老男人。即便山姆亲手将他送入了地狱，也依旧难解心头之恨。山姆发现妻子患上癌症时，病情已发到已经到了晚期，常规手法已经无力回天。可是若用上记忆超灵技术，山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板，他愿意放弃所有应得的股份，借用公司仪器把妻子利益暂时移植到机器人的体内，等待未来科技的发展。他相信总有一天能让妻子的回忆记忆回到一具全新的肉体中。你在开什么玩笑？要是公司出了什么问题，你承担得起吗？哪怕政府早已禁止用记忆之一技术的移植人类记忆，背地里依旧有不少人在偷进行相关实验。就你那点股份，跟 B1 公司比起来算的什么？难道你自己心没数吗？三木本就没抱太大希望，却没料到会被拒绝的如此干脆。确诊后不到3个月，妻子便离开了人世。最后1个月里，三木多次恳请老板闻开一面，却始终遭到无情拒绝。想干就自己走人吧。妻子后，山木独自抚养还在上小学的女儿，每日承受着职场高压，心中的怨念日渐堆积。够了，忍耐已经到了受极限。山姆的有种强烈的预感，再这样沉默下去，自己迟早会做出更可怕的事。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刀刃刺入对方的身体那一刻，山姆甜到谁都有的解压这是他脑海里无数次的模拟幻想过的画面。接下来对方会在跪地贴着牢哭着求自己放一条生路，然而现实与幻想出现了细微的偏差，只是轻轻一刀，对方便立刻倒在地上，再也没了动静。山姆杀人了，这件事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虽然不想抛下女儿一个人，可无论如何他都不想被捕。案片场位于公司杂物间，尸体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公司位于市中心商务大楼的28层，楼内遍布监控，就连消防通道也没有死角。工作日间，电梯运转不曾停歇，几乎找不到无人的时段，然后将尸体从大楼里转移出去，可以说是天方夜谭。公司监控还拍下了他和老板一同走进杂物间的画面。既然这个世界被捕只是早晚的事，走投无路之下，山姆想到了唯一的出路，即便藏不住尸体，那就干脆不被抓到。他要做的就是赶在尸体还没被人发现，立刻离开现场。只要逃到其他世界，这个世界的法律便无法再约束他，犯下的过错也就此一笔勾销。这个世界法律还没有健全到会去制裁另一个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揪准了实验室某无人电器商务偷出了原本用于给宠物转移记忆的仪器。虽说这仪器是为动物设计的，用了人肾其实也没问题，没有经过使用起货，擅自使用仪器也是不可责违法行为。可对早已不打算留在这个世界商铺来说，这样的规则毫无约束力，只要有了仪器，想要转移到其他世界简直轻而易举。你知道政府为什么禁止在人类身上用记忆超灵技术吗？难道不是因为机器人的人权问题吗？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没错，但这只是表面的缘由，实际上政府忌用记忆上你说背后可能更重要的原因。这些话完全就是跟上一次话一模一样。当然不可能跟男人说实话。政府严禁在人类身上使用记忆上是担心平行世界的存在会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混乱。虽然记忆篡改技术在山姆的世界已出现10年5年之久，但平行界的存在依旧是只是少数人之间的秘密。山姆虽然听起来十分难以置信，但只要改动这套数字，就能轻易前往其他世，也就是这个千亿体现实中前往未来或是回到过去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就是通过这个方式通过穿越时间的吗？是的，没错，你能理解实在太好了。穿越时间怎么可能做得到？那不过是山姆为了故事的流畅性而他强加的设定罢了。只要让人能相信自己是从未来穿
过来回来的，剩下的情节就能任由山姆随意编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代？你会有疑问也很自然，因为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能前往什么样的时代，完全取决于基因编码中的8位数字。沙漠说过一段是实话，只不过他把实际屏不同拼写替换成了不同的时代。事情这有点，修改基因码后，意识和肉体会瞬间穿越到另一个时代，这就是我凭空出现在这间房子的缘故。在抵达这个时代前，从过去到未来，已经辗转了数十个不同的时代。在这个前往的时代，访问比我想范围还比我想范的大得多，这是我离自己原本时代最近的一次。由于仪器有使用次数限制，这样的机会很可能不会再有了。一切设定都为了让故事听上去更加自然，为了让男人放松警惕，山姆故意将手伸向了上衣口袋的位置，暗示编辑器用的仪器就藏在口袋中。不过口袋除了仪器外还了另一样东西，每当这种男人肯定能猜得到，这让山姆反复暗示的成果。人往往更愿意相信自己推断出的事实，而并非人口中的看法。要是他现在还反应没反应过来，那事可能8分大。山姆能感觉到男人的视线在往自己身上扫视，从头到脚仔细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事实上，山姆和男人并长得并不像，但身材和年龄之差距一定程度上明补了外貌差异。沙漠之所以提前坐在沙发上，其实是为了避免两人身高差异不宜明显。斜靠在沙发上，翘起腿就不容易看出真实身高。呵呵，你该不会说你是未来的我吧？男人果然上钩了，一切都在山姆的预料之中。没错，不会是过去的我，能理解，这都有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看样子他想用玩笑的糊弄过去，不过恰恰证明了他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拜托了，为了我们的未来，我需要你的帮助。沙漠冷静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男人明显动摇了，沉默片刻后，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要帮忙可以，但我还要问几个问题。男人对沙漠依旧保持着警惕，比沙漠想象中的还要难缠。如果你能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我就姑且相信我们是同一个人。沙漠没有料到对方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可不管怎么说，让他自由提问的风险还是太高了。看了一眼时间，山姆决定赌一把。当然，你想问什么都可以，不过在这之前，能拜托你先给我来杯水吗？山姆需要一个男人背着自己的时机，在男人已经一度放松了警惕的现在，这并非毫无可能。但短暂思索后，男人挪动身体，从沙发上起身，伸了个懒腰，失去了体重的压迫，压线的沙发缓缓回弹。喝咖啡可以吗？虽然山姆并不喜欢喝啡，但此刻必须站在男人的内气考量。我要点头，要加糖。这只是男人下意识的询问，山姆无法判定。不过他的包装上盒并没有砂糖之类的调味品，如果男人平时习惯加糖，理性会放一个颇是习惯位置。老实说，山姆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在这种关键时刻，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吧。山姆也摇了摇，大家们也摇了摇头。哦，男人并未察觉月一样，转身走向客厅一角开放式厨房。见状，山姆松了口气。此刻男人正毫无防备地背对着他，从橱柜取出2只玻璃杯后，男人对着烧到一半的水壶发起了呆。山姆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也但眼下无疑是自己最好的机会。望着男人的背影，山姆在脑中盘算着各种可能，以什么方式接近，从哪搞的讲，无论怎么想，这都太不容易了。男人露出浑身是破绽，在这个暗沉的房间里，山姆没有几乎没有失手的可能。山姆在心中模拟了无数次男人被自己杀死后的画面，深吸了一口气，山姆加身上前。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当初刺死老板的凶器，这把防身用的斯坦逃房刀陪他经历过无数个10个瓶时空。杀人纯意外当时老板转身前，他慌忙之下不慎刺中对方要害。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山姆抱着必杀的决心。男人的这山姆的举动也毫无察觉，依旧呆呆的等着水壶烧开。山姆悄悄走到男人身后，对方始终回头，没有丝毫犹豫。山姆朝着正确位置统统的挑了下去，长刀身插进了男人的身体，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男人便倒在了地上。鲜血不断从对方的伤口流涌出，染红了男人的衣裤，向四周蔓延。整个过程实在太过轻松，山姆甚至没有体会到再次杀人的罪恶感。
人类生命竟然脆弱到这般地步，让他不住想笑。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当才是碰上方向惘然，山姆便不自觉地开始思考后续的计划。这是他在半年的异世界流浪生活之日中养成的习惯，各种古怪又危机四刻事件迫使山姆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在这一些以最极端危险的事件中，稍微有疏忽就可能令自己丢掉性命。但这样活着实在是太累了，日复一日的紧绷状态，连片刻喘息这个都没有，早已让山姆疲惫不堪。山姆已经厌倦了提心吊胆的生活，在不同世界流浪的途中，他愈发渴望一个安稳的归宿。经历漫长又坎坷的过程，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与原世界高特色的世界如果医生的话，或许能在这个世界度过余生，何必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呢？稍微休息一下也是可以的嘛。没错，就在这个房间里休息好后就是再出发吧。但奶奶已经死去，现在这个公寓就是山姆最好的庇护所，最好先摸清这个世界的情报再出门。山姆见男人的房间该有电脑之类的设备，只要连接这个世界网络就能轻松获取大部分相关信息。既然世界这样男人属于短期内应该不会有人去造访，当然和男人山姆的时间十分充裕。对了，先给自己冲杯咖啡吧，当上该不有的血壶口才冒着继山姆男人准备的玻璃杯智慧自己冲了一杯速溶咖啡。在出门的路上撞到了调味品又用了男人糖砂糖，果然对山姆而言，咖啡还是得加糖才喝得下去。咖啡和山姆用茶勺我去，也太长了吧！加糖过程中，男人不止一次目光疼自己侧的后方，尽管男人极力掩饰，却依旧没能逃过山姆的眼睛。在他位置的后方，有什么东西让人能格外在意？真的男人，在他的让人讲，这是一扇从外表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壁橱，这应该是防孙游时就设计好的，里面究竟藏了什么才会让人们如此在意？山姆的好奇心彻底勾起。在想打开壁橱时，山姆发现壁橱上下两侧都被木板和钉子封死，看样子自己的直觉没有错，里面一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想要逆除，必须先找到撬棍。自肩布满了工具，叫山姆思索是否在见过布满了工具时，山姆能一声怒吼：不，这怎么可能？在山姆没有留意的间隙，男人竟从地上爬了起来，鲜血从男人腰部流出，染红整条裤管。哈，他没死。山姆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分明朝着男人的要害刺去的，左臀下部超将腹的位置。山姆称这是男人心脏下的手。他们不同世界有那个不同的心脏位置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没有死。慌乱中，山姆弹簧刀防身，摔下血皂问还插在男人身上。男人手上握着厨房拿来的水果刀，山姆毫无反抗之力，努力令山姆转想跑，可一山姆因湿滑的地板而摔倒在地，地上鲜血不知不觉流迹板儿溅流到山姆脚边，阻挡了他唯一的退路。山姆回过头，发现男人已在身后，他想立刻爬起身，却被对方死死按在地上。男人举水果刀朝着山姆的右胸狠狠刺下，激烈的疼痛感席卷全身，山姆没有半点反抗的力气，瞬间失去了意识。终于完成了这个故事。下一个故事的话叫做关于中门市的一些传闻。